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木头人。今天我来告诉大家，我们学木工的时候最危险的7个动作。大部分我们在制作木工都会使用到木工的机械，那这些机械其实都有一定的危险性。那今天我列出的这7项是我个人认为最多人会犯的错误，也是我认为最具有危险性的。那这影片的顺序是依照我认为的危险性依序做排行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吧。我们在做木工的时候，势必会用到凿刀嘛。不管你是做榫接家具还是一般的木工，都有可能会使用到。那对新手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个木料给固定在桌面，固定好，或是夹在我们的虎钳上。那我们再使用凿刀去修。那许多人会犯的错误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动作，他把他的手放在凿刀的前方，像这样。为了贪图方便，懒得去拆夹子的话，这样子去修，有时候你如果手滑，就会直接伤到你的手。那铡刀因为力度是算蛮高的，如果你研磨的够力的话，基本上插刀是一定要缝的。所以请你一定要将你的工件给夹好，不管是使用金工虎钳、木工虎钳，或者是这种携带型的虎钳加工作桌，请把你的工件确实的夹好，再使用凿刀去做修整。这个动作基本上是很多新手会犯的错误。那第6个危险的动作是钻圆孔的钻床，你用错了钻头。那像这个是金工钻头嘛，它前面是没有中心锥的。那这个不管在手持还是在立式钻床都是可以使用的。那这3个是蛮常见的木工钻头，它一定都有一个中心锥嘛，然后旁边是割刀。这种钻头在手持的电钻，或是立式的钻床都可以使用。只是这种因为它的前方中心锥前方没有螺纹，所以在手持钻的时候会比较吃力，你自己需要施点力，钻头不会把你往下带。那如果是像这样子，前方有螺纹的钻头，这种它有个特性，就是因为前方有螺纹，所以你在手持钻的时候，它会自己把你往木头里面带，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会比较省力。那这一支钻头就是我第6点要特别讲解的一个钻头。这种有螺纹的钻头不能用在立式钻床，因为立式钻床我们凿下来之后，如果你底下这个木料没有固定的话，它会被往上带，那最后就会变成这种状况，这个木料会在上面一直甩。除非你把你的木料夹紧在你的工作台面，那才能使用立式钻床去钻。但我还是不建议这么做的，因为这样切割起来的效果并不好。那现在我就示范给大家看。我现在就不使用夹具钻给大家看会有什么情况。如果我们只用手持，用手抓，你绝对是抓不住这个木料。它木料会被顺势往上带，然后就会变得像血滴子一样，这样子甩，那就会打到你的手，你就很容易受伤。第5个危险的动作是修边机使用过长的刀具。那修边机它因为它的柄径比较小，通常我们工字的话是使用6mm 的柄。你不要看这个6mm 好像很结实，那在很大量的切削的情况下，如果你切削量瞬间加大，这个6mm 的柄是有可能瞬间弯掉的，它会直接折成90度。那你的修边机看起来就像一个血滴子在那边转。通常这种状况就是会打到手，那被修边机打到，那你缝至少有个10几针，那跑不掉了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那像这种比较长的刀子，应该要怎么选择才是正确的？这种情况下一定是使用 router 来操作。
，router 就是我们在讲的路达。那路达的话，它的柄径可以装到12。那这个12 mm 的柄，它的强度就够承受这么长的刀子。所以像这种6 mm 的刀，我不建议去买超过4公分以上。那我个人认为都非常的危险。这里我补充一点，像这种修边机啊，因为它的柄径比较小嘛，所以尽量这个刀柄都是要把它完全插入你的修边机里面，不要只夹一半，甚至更少，那是超级危险的事情。那如果是这种特长的刀子啊，这个都还算一般长度啊，甚至有更长的6、7公分都有。那这一种长刀一定是使用router来使用是最安全的。第4个危险的动作是使用这种带锯机去切原木料。带锯机能不能切原木料？那势必是可以的嘛。可是它必须满足一些条件，带锯机必须要有重剖的滑台，这个滑台必须有固定装置，把你的木料扣紧，才有办法使用带锯机去重剖。像这样子重剖的机器在剖木厂可以看到。那台湾有一些厂商有在做这样子的配件，变成你的带锯机必须另外加装。那一般我买的带锯机刚买来是没有这些设备的，我这一台也没有，因为我很少在做这样的操作。像这样的原木我们都要拿来剖，剖成片。那我们至少要把这个原木料的其中一面，整成一个平直的面。这样我们放在带锯机上面才有一个稳固的基准点，它不会晃动。这样我们才可以确保我们锯起来是安全的。那你如果使用这样会滚动的木料，或是不稳定的木料去切，会有什么状况？你可能切到一半，因为你的木料是会滚，它大部分都是悬空的嘛。然后因为这带锯机的力量非常强，它会把你往下带，所以就会变这样子，一扭，木料会被带下去。那这个时候锯片就会受损，它就会折到，那这个锯片就坏掉了。你这个木头就可能卡在里面，卡死了，然后锯片扭到，然后这个时候就必须赶快停机。那这个是运气最好的状况了。木料没有飞走，你也没有受伤。那比较糟的状况是怎样？这个木头可能会弹起来，或者是说这个锯片直接断掉，会往反面甩。那通常带锯机一定会有个保护盖嘛，所以基本上它不太容易会往侧边甩啦。就算它断掉，它可能会断在里面。可是因为你要剖木，所以你自己会拉得比较高，所以它还是有空间会往外甩。那像这种原木，最常看到的是他们想要把它切成圆的木片嘛，他们就这样子切。那这种状况下，基本上是一定会翻车的。以我们手持的握力是绝对是抓不住它的。结论就是这种原木料你一定要能确保它完全的固定，不会翻滚，才可以使用带锯机来做操作。不然轻则造成机器损坏，重则就让你受伤。那第3个危险的动作是用手去推木料。老实说，做装潢木工的，我很少看过有人用推把。就连我师傅或是我自己有时候也不会用推把去推。一个是我们有非常足够的自信，我觉得我的技术已经非常纯熟，非常了解这台机器，也很熟悉我们的手势应该怎么施力，才可以安全的操作。所以有一些情况下，我们是真的会不用推把，那没有错。那你要叫这些老师傅用推把去切，第一点会影响他的工作效率嘛，那第二点他觉得麻烦，所以基本上这个是改不了的。可是对一个新手而言，你不可以去试着学习这样的操作方式。不管你的圆锯机后面有没有分割片，不管有还是没有，这个动作都是蛮危险的。那正常来说一定会有一个推把去勾住我们的木料，左手也会有一个推把，负责把木头往右边靠，这样子去推。万一我们没有靠好，木料飞走，因为我们的手距离锯片还有这样距离，我们都还有一些时间可以做反应。那如果你的手贴得太近的话，
哦，那个速度快到你根本就来不及反应，你手就直接过去了。哦，那我现在讲的不只是圆锯机这台机器，像手压爆或者倒砖的修边机、路打机，我个人认为新手都一定要使用这种安全的辅具，对你来说才是最安全的。然后在这里顺便教各位，如果你真的很有自信，你就是要用手切，那要怎么操作？那基本上我的手不会完全落在这个台面上，我会让我的手有一部分是搭在这个纵剖靠板，那我使用食指、中指、大拇指这样子去推送，这样万一我们木料有飞走的状况，那也是木料飞走，因为你手搭在上面嘛，你不会跟着被扫过去。我们在施力的时候，我也是有往右扭的力道，让这个木料从头到尾前方都可以贴紧这个靠板。我有个往右扭的力量，然后边往前推。最危险的状况是，我们的木料没有靠紧我们的纵剖靠板，它只要木料的前方大概开到2 mm 的缝隙，那这个木料就会被甩走，它就会从这个方向被甩开，那你的手就顺势被带走了。所以这个地方有没有靠紧是非常重要的。这里是另外跟你补充一下。那第2危险的动作是使用木料的短边，去靠我们的圆锯机纵剖靠板，这样子去做切割。那因为靠的面积实在是太小了，所以你很难把它靠稳。像这种圆锯机的锯片，因为它非常的宽，所以你的木料只要有稍微歪斜，这整只木料就飞走了，可能就直接弹到你身上。那弹到你身上算是很轻微的伤势。那最怕的是你的手顺势被往锯片带过去，那你手指就断了。所以正确的方式应该，纵剖靠板一定只能靠木料的长边，像这样。那以这块木头来说，这里还算蛮宽嘛。你想，那这样子的面积可能也还蛮够的。那实际上这样还是不行，这样也是非常危险的动作。那你不要看别的师傅这样做，你也跟着做，这绝对是一个错误的动作。那为什么对方敢这样做呢？那因为他可能过度自信，那他的技术有可能非常的好，他是一个老塞，他有十足的把握去做这个动作。那对我而言，你叫我这样切，以这次来讲，一个比例来说，我还真的有办法切，但是我不会这么做。因为我知道你只要一失手，那就完蛋了，你就 GG 了。所以正确我们在横断的时候，一定是使用这种横断推台去做切割。那我们使用横断推台一样嘛，我们的短边不会这样靠，这样也不稳嘛。所以一定是不管你靠这里还靠这里，一定是长边去靠，懂吗？那现在我们来到今天的第1名，我觉得最危险的一个操作。那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是手持砂轮机嘛？那手持砂轮机的作用非常的多，那它可以装这种切铁的砂轮片，你也可以装这种布轮，快速的切削木材，或是这种钢刷，帮木头做风化纹。那它还可以装这种5寸的砂纸盘，只要安装一个转接座，我就可以使用这种5寸的自粘砂纸。所以这台机基本上是非常万用的一台机器。只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改装，我是比较不建议。那这一台最要命的动作就是使用这种圆锯片，把它装在这一台砂轮机上面。那这种砂轮机是一个非常高转速的机器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平常我们在使用锯台或者手持的圆锯机，那我们在剖木头的时候一定会有导板嘛，那纵剖的时候一定会有纵切的导板。那都是为了让我们在切割的路线是能保持一个直线。那因为手持砂轮机它没有一个专属的导板可以依靠，所以我们在锯切的时候一定会有歪斜的动作。那这时候你只要稍微一扭到你的机子，那我们的锯片就会夹死在我们的切割物，那这时候就会造成反弹。像这种高转速的机器，你一定是抓不住的。那弹起来，势必就是往你的手啊，或是你的腿上招呼下去，那它会造成的伤害一定是非常巨大的。那所谓术业有专攻嘛，那对机器来说也是一样。我们如果要切割木材，我们就用专属的工具。你可以使用手持圆锯机，它会有一个靠板，
可以给你靠着衣板去做切割，你也可以搭配辅具，让机器有一个平直的面，可以依靠，这样才可以安全的操作这台机器。像我手边的是它金马出的切割导齿，不管在修边机使用或者是圆锯机，都可以依靠这个导板来做切割。那像比较旧型的砂轮机，它完全没有调速功能，基本上机器在操作起来就是全速的运转。那这时候使用这种锯片的话，那你只要操作不慎，是绝对会出乎意外的。那现在比较新型的机器，它通常都会有过载就会停机的功能。那也可以控制我们机器的转速，你可以调整它的马力。我们在操作机器相对起来，就会比较安全一点。你不需要每一个操作都用到全速，你可以因应你的状况去做调整。当然也不是说你使用这种机器，你就可以使用这个锯片，这我非常的不建议。那其实网络上也有非常多人有 po 过使用这个锯片，它造成了什么伤害。那我是建议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自己上网去搜寻，你就会看到很多血淋淋的案子。我就不放在这里吓大家了。总之，大家要记得，木工机械它都有专属的作用，要改装并不是不行，只是你必须衡量你自己的能力，你是否有办法去驾驭它，这个都必须要很小心。那这就是我今天讲的这7项中，我个人认为最危险的一个操作。经过我刚刚这样讲解下来，大家有没有所收获？那学木工是非常有趣的事情，它可以带给你非常多的快乐跟成就感。但其实你的作品做得好不好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安全的做木工。你宁愿慢慢的做，也不要急着把它做完。你可以做得差、做得慢都没有关系。那最重要的还是安全性。做家具有非常多需要去注重的一些小细节。有些机械操作你如果没有尝试过，就绝对不要傻傻的去尝试。一定要问一下前辈啊，问一下老师，确定这个动作安全无虞了，我们才可以进行操作。那今天我会拍这部片，就是因为我还蛮常看到很多人会有这样的错误操作，那我自己看了都是心惊胆跳的。所以希望荧幕前的你可以避免这些动作。如果有这一部影片我没有提到的一些比较危险的动作，你觉得我可以告诉大家，你也可以在这部影片底下留言，让大家学习。那你如果需要一些木工工具，也可以在我的虾皮卖场购买，多多支持我。那我们就下次见，拜。